穿越斗罗，只要躺平摆烂就能无限变强。我整整躺了12年，除了吃就是睡，可偏偏修为比同龄人高上一个等级。七宝琉璃宗后花园，宁缺正在晒太阳，突然感觉到了一阵轻微的魂力波动，宁缺的身影逐渐与光线融为一体，彻底消失在草坪上。3秒后，剑斗罗陈星与古斗罗古龙悄然出现。陈星望着宁缺离开的方向轻叹，总归是长大了，该让这小子带上蓉蓉出门历练了。有这小子跟在蓉蓉身边，倒是不用担心。古龙看向空荡荡的草坪，摇头失笑，心里却深知这等隐匿手段已近乎自创魂技。宁缺的天赋远超他们想象。片刻后，七宝琉璃宗殿堂内，宁缺，蓉蓉是你未婚妻，这次你要保护好她。宁风致语气严肃，我不求你奋进，但至少别让她受委屈。未婚妻，宁缺缓缓抬起困倦的眼皮，自己什么时候多了个未婚妻？算了，不影响吃饭睡觉就行。面对昏昏欲睡的宁缺，两位斗罗发出沉重的叹息。宁缺，七宝琉璃宗旁系弟子，武魂变异为单一的，光先天魂力更是超越了宁荣荣，如此天赋足以担负起宗门重任。唯一的问题就是太懒，每当想纠正他总有歪理，总有人要当废物。为什么不能是我？努力不一定成功，但不努力一定很轻松。宗门多次尝试改变他，最终都无济于事。好在这小子没浪费天赋，50级的魂力绝不逊色，加上诡异的自创魂技，同阶几乎无敌。更绝密的是，他的武魂能与蓉蓉施展武魂融合技，绝对是七宝琉璃宗下一代的最强组合。就在这时，一阵脚步声传来，来人是当今天斗帝国大皇子雪清河。见古斗罗对视一眼，悄然隐去。雪清河快步上前，满眼温和的打招呼，回应他的却只有宁缺的呼噜声。换做旁人，他早怒了，但对宁缺却格外包容，不仅因为他的天赋，更因为雪清河千仞雪能清晰感觉到宁缺的武魂与自己的6翼天使武魂相辅相成。今日皇宫御厨做了些新菜，碧海潮生琉璃虾，取百年冰晶虾配秘制碧波酱，九转玉叶制羊肋，取极北玉之羊炭火慢烤。雪清河展开折扇，声音温润如玉溪溜。宁缺的呼噜声停了，眼皮终于掀开一条缝，露出带着睡意的金色眸子。雪大哥，好巧你也晒太阳。饱餐一顿后，宁缺满足的打了个饱嗝。他瞥了一眼千仞雪离开的背影，熟知原著剧情的他虽觉别扭，但在美食面前，一切都可以妥协。夕阳西下，系统提示您躺在草地上懒得走路，咸鱼点1，咸鱼点达到1000点，解锁奖励魂力等级1，当前50级，武魂衍生方向开发进度100，获得特性塑形光系亲和度1，自动匹配50级魂环1枚，存入系统空间。宁缺周身泛起纯粹的白光，随之隐没。有系统在，他根本不需要努力。夜色渐深，他在草坪上沉沉睡去。后半夜，宁荣荣猫着腰，带着2名贴身护卫悄悄摸了上来，快把麻袋拿过来，动作轻点。宁荣荣兴奋地指挥着，护卫们嘴角抽搐。堂堂七宝琉璃宗的天才，就这样在睡梦中被套进麻袋，抬下了山。与此同时，七宝琉璃宗议事大厅，宁风致正提笔写信，向古荣和陈星笑道：“荣荣的心思我清楚，既然去历练，就不能因身份给他优待。至于宁缺，他顿了顿，眼中透着笃定。那小子懒归懒，但靠得住，有他在，出不了乱子。1个月后，索托城大街，一对奇怪的组合引得路人频频侧目。一名娇小的少女正背着一个睡得死沉的金发少年，宁荣荣毫不在意周围的目光，兴致勃勃地东张西望。宁缺那边的烤肉好香，你又睡。感受着脖颈间均匀的呼吸，他鼓了鼓腮帮子，脚下的步子却放得更稳了。这一幕恰好落入刚到索托城的唐三和小五眼中。一个大男人让女孩子背，好意思吗？小五正义感爆棚，甩开唐三的手走上前，喂，醒醒，是个男人就自己下来走。他边说边伸手去碰宁缺，啪！宁荣荣像炸毛的猫一样拍开他的手，将宁缺护得严严实实，不准碰他，他是我的。小五火了，我是在帮你，他一个健全的人让你背着，不是欺负人是什么？要么是懒，要么是瘸，你全家都是瘸子，我乐意背，关你什么事？宁荣荣扬起下巴，毫不示弱。眼看两人针锋相对，唐三皱眉上前，将小五挡在身后。我同伴本意是好的，若这位朋友有腿技，在下略懂医术，或许能帮上忙，关你屁事！宁荣荣翻了个白眼，唐三脸色彻底沉了下来，气势陡然一变，隐隐透出压迫感。小五更是捏紧拳头，你这人真不识好歹，必须道歉！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道歉？宁荣荣冷笑一声，反逼一步，气氛瞬间降至冰点。就在快要动手之际，噗的一声，宁缺在睡梦中嫌吵，换了个姿势，把脸埋进宁荣荣的肩窝里蹭了蹭。就在这一瞬，唐三和小五心头同时掠过一丝极度危险的寒意，那是暗器大师与10万年魂兽面临生死边缘的本能直觉，仿佛只要再往前一步，就会万劫不复。唐三的玄玉手在袖中收紧，警惕地扫视四周，却什么异常都没发现。宁荣荣对他们的反应毫无察觉，像看傻子一样扫了两人一眼，切，不敢吗？说罢，背着宁缺大步流星地走了。唐三沉默片刻，默默记下了两人的特征，拦住了愤愤不平的小五。而在暗处，一袭破烂黑袍的唐昊将一切尽收眼底，目光在七宝琉璃宗的暗卫身上停留了片刻。玫瑰酒店，宁荣荣背着宁缺走到前台，拍出一袋沉甸甸的金魂币，来一间最好的。经理面露难色，抱歉，只剩最后一间情侣主题的顶级套房，只有1张床，就要那间。宁荣荣小脸微红，偷偷偏头看了眼毫无防备的宁缺，小声道：“只剩1间了，你介意吗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”话音未落，一只大手按在了柜台上。没记错的话，这间房是我的吧？戴沐白左拥右抱，一蓝一绿的一同透着张扬，随手也将一袋金魂币扔在桌上。宁荣荣连眼皮都没抬，啪啪啪，接连丢出数袋金魂币，在柜台上堆成了小山。金光晃的经理双腿发软，他上下打量了戴沐白一眼，眼神充满挑衅与不屑。装什么大尾巴狼？说罢，他抽出钥匙，背着宁缺得意地上了楼，留下脸色铁青的戴沐白。戴少，我们还住吗？双胞胎怯生生地问。住什么住？戴沐白抓起钱袋，强压怒火，大步走出酒店，暗自发誓要查清这丫头的底细。酒店外街角，2名七宝琉璃宗的魂圣护卫正准备暗中探查戴沐白的
的底细。一阵夜风吹过，一道魁梧的身影凭空挡在了他们身前，破烂黑袍，满脸胡茬，没有任何多余动作，却让两名魂圣如坠冰窟。黄紫，嘿，红九枚魂环无声升起，刺目的10万年红色魂环令人窒息。昊天宗与七宝琉璃宗向来交好，唐昊沙哑的声音仿佛从胸膛深处滚出：“那2个孩子是你们什么人？”护卫甲顶着封号斗罗的威压，咬牙挺直脊背：“那位少女是我七宝琉璃宗宗主之女宁荣荣。”护卫甲低声接道：“那位少年是宁缺，我七宝琉璃宗旁系弟子，但宗内地位特殊，是宗主和2位斗罗前辈亲自认定的守护者。”守护者，唐昊语气中多了一丝难以察觉的波动。辅助系魂师做继承人是宗门传统，但守护者这个称呼绝不随便给，那意味着七宝琉璃宗将那少年视作未来的核心力量。他回忆起方才街上的少年，从头到尾都在睡觉，连翻身都要人帮忙，与他印象中任何一个宗门守护者都相去甚远，相貌倒是生得一副好皮囊，但也仅此而已。那个叫宁缺的小子，我看不出他哪里值得七宝琉璃宗如此看重。唐昊缓缓开口，2名护卫对视一眼，没有说话。唐昊也没有追问，知道这2人的身份就够了。七宝琉璃宗是最强、最富有的辅助宗门，唐三和小五与对方争执几句算不得什么大事，如果有人不知好歹，七宝琉璃宗自然会处理，轮不到他操心。既然如此，那便没什么事了。话音落下，唐昊的身影如同来时一样，无声地融入黑暗，只留下2名护卫站在原地，后背已被冷汗浸透。良久，护卫甲才长出一口气：10万年魂环，难道是昊天宗那位昊天斗罗？此事需即刻禀报宗主。2人达成一致，身形一闪，消失在夜色中。玫瑰酒店顶层套房，窗外月光如纱，宁荣荣不知何时滚过了枕头分界线，脑袋靠在宁缺的肩头睡得正香，而宁缺依旧维持着平稳的呼吸，梦里还在小声嘟囔：“是。”宁荣荣忍不住伸手戳了戳他的脸颊，翻身下床，他从随身魂导器里拿出七宝琉璃宗备好的点心：桂花糕、蜜饯酥、杏仁酪，全是宁缺平日爱吃的。刚摆好碟子，回头就发现宁缺哪怕闭着眼，鼻子却在不安分的耸动。他拼命憋住笑，拿起一块桂花糕凑近宁缺鼻尖晃了晃，是。宁缺眼皮睁开一条缝，声音带着将醒未醒的慵懒，字却咬得格外清晰。随后他的眼睛又重新闭上，只是把嘴巴微微张开，一动不动的等投喂。宁荣荣心底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愉悦感，像一只骄傲的饲养员。他掰下一小块糕点送进他嘴里。宁缺从小身体就和别人不一样，抱起来像个被太阳晒过的棉花枕，背在身上也轻得离谱。父亲和剑骨爷爷说过，这是武魂契合的缘故，武魂融合度越高，接触时产生的魂力共振就越强。每次贴近，宁荣荣甚至不用刻意修炼，魂力就会自动增长，如同晒太阳般暖洋洋的。他用绢帕仔细擦去宁缺唇角的糕点残渣，毫不避讳地重新爬上床，像只树袋熊一样环抱住宁缺的腰，将脸埋在他的颈窝里。我们要一直这样，他轻声低语，魂力在2人经脉间自然流转。系统提示：被美少女亲手喂食，心情愉悦。咸鱼点6，睡了一整天。咸鱼点10，咸鱼点达到1000点，解锁奖励魂力等级1，当前51级，武魂觉醒等级1，检测武魂已达到极致之光，衍生方向开发进度100，获得特性治愈，暗系亲和度1，与暗系武魂持有者匹配度进一步加强。第2天清早，宁荣荣熟练地给全程闭眼任人摆布的宁缺换上干净衣袍，再次将人背起，下楼出发。史莱克学院招生处设在一个小破村子门口，宁荣荣的脸垮了下来。冤家路窄，昨天街上多管闲事的唐三、小五，还有酒店抢房的戴沐白，居然全都在这。空气中莫名多了一股火药味。招生摊子前，负责登记的李玉松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，一个12、13岁的骄傲少年正被李玉松干脆利落的不合格拒绝。少年的父母正欲发作，旁边的戴沐白直接站起身，脚下2黄1紫3道魂环猛然升起，强悍的气势瞬间碾压过去。听不懂吗？请吧。戴沐白漫不经心地做了个送客手势，目光有意无意地扫向宁荣荣，像在炫耀。宁荣荣连眼皮都没抬，正低头用帕子给被惊醒的宁缺擦脸。队伍缓缓前移，排在末尾的冷艳黑衣少女朱竹清自始至终死死盯着戴沐白，目光暗淡。但当她的视线掠过宁荣荣背上那个熟睡的金发少年时，心跳却猛地漏了一拍，体内的幽冥灵猫武魂发出了比面对戴沐白时还要强烈的嫉妒。下一个，唐三上前，手按水晶，29级。李玉松挑了挑眉，不错。随后小五也上前，同样29级。宁荣荣难得收起轻视，上前单手托着宁缺，腾出一手按在水晶上，不仅测出29级，掌心更浮现出七彩流转的七宝琉璃塔。七宝琉璃宗，李玉松呼吸停滞，戴沐白也面露骇然。这种大陆顶尖宗门的大小姐，怎会跑来这穷乡僻壤？下一个，李玉松语气瞬间客气了3分。宁荣荣朝背上偏了偏头，骄傲道：“他不用测，要是你们连我都教不起，那就没资格测他。”李玉松咽下一问，等朱竹清测出27级后，戴沐白直接带领这5位免试第2、3关的天才前往第4关考场。一片被踩实的黄土地上，76级魂圣不动明王赵无极正躺在藤椅上打鼾，被戴沐白唤醒后，听闻今年有5个好苗子，还有七宝琉璃宗的人。赵无极兴致大起，挥退戴沐白：“这局老子亲自来，规矩很简单，你们几个联手，在我手里撑过一炷香，撑过入血，撑不过滚蛋。”面对76级魂圣的压迫，唐三立刻提议通力合作，宁荣荣却冷哼一声，高傲的退后一步：“我不需要你们，也不需要合作。”赵无极将一切尽收眼底，辅助系魂师居然主动脱离团队，他咧嘴一笑，打算敲打这位
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小姐。香刚燃起，赵无极便如出膛的炮弹般直扑宁荣荣。唐三甚至来不及出手，赵无极那蒲扇般的大手已探到宁荣荣面前。然而宁荣荣丝毫不慌，脚尖轻点，整个人如风中柳絮般向后滑出3尺，轻松避开劲风，躲避步伐倒是不错。赵无极眼中闪过诧异，脚下发力，庞大身躯以更恐怖的速度再次笼罩宁荣荣。就在这时，宁缺从宁荣荣肩头微微抬起头，伴随一声困意十足的沙哑呢喃：“速度及力量，你有被光踢过吗？”一道刺眼的白光骤然绽放，没有预兆，没有蓄力，仿佛太阳瞬间降临考场，刺得所有人下意识闭眼。砰！沉闷至极的巨响伴随着木料碎裂的哗啦声，光芒散去后，只见后方那间木屋已塌了大半。赵无极浑身是木屑和茅草，满脸错愕地坐在废墟里。他堂堂76级魂圣，竟然被一脚踢飞了10几米，全场死寂。那个从头到尾都在睡觉的金发少年，终于从宁荣荣背上撑起了身。他伸了个懒腰，打了个哈欠，目光懒洋洋地扫过戴沐白、唐三和小五。好小子，一脚有魂宗级别的水平。赵无极从废墟里爬起，眼中金光大盛。然而宁缺压根没理他，反而对着唐三等人平淡地开口：“我知道你们心里有怨气，上次酒店还有你们多管闲事，我也嫌烦，一起上吧，打完我好回去睡觉。”宁荣荣得意洋洋地附和：“宁缺说的对，你们不够格。”唐三深吸一口气，错不在我们，没必要道歉。话音未落，唐三本能感知到致命危险，紫极魔瞳全力催动向后急退。然而他捕捉到的只有一道快到极致的光。玄玉手，唐三咬牙，双臂交叉应接，咚，犹如万斤巨锤砸中。唐三如炮弹般倒射而出，接连撞穿4座木屋，消失在废墟的窟窿中，再无声息。小三、小五目眦欲裂，刚想发作，却见宁缺缓缓抬起一根手指，光芒在指尖压缩成刺眼的白金光球。咻！一道镭射光束贯穿空间，小五凭借魂兽本能极限向后弯折，光束擦着他的额头，直接将他身后的木屋洞穿出一个深不见底的焦黑小洞。能躲开还行。宁缺面无表情，指尖再次汇聚光芒。够了！赵无极暴喝一声，大手带着劲风狠狠抓向宁缺肩膀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赵无极的手掌竟直接穿透了宁缺的身体，如捞水中之月。宁缺的身体如同泛起涟漪的水面，瞬间重新凝实，毫发无损，本体元素化，不带魂力的攻击打不到我。宁缺解释了一句，指尖镭射再次射出，噗！这次小五没能躲开，光束透肩而过，将他重重击飞，半边胳膊焦黑失去知觉。还有你！宁缺转头看向戴沐白，戴沐白汗毛直竖，狂吼一声，开启第3魂技白虎金刚变，化作一头巨型猛虎直扑宁缺。宁缺双手虚握向两侧一拉，一柄纯光凝聚的天丛云剑凭空出现，他随手一挥，快如闪电。是戴沐白引以为傲的白虎护体如同薄纸被无声切开，鲜血喷涌，紧接着光芒一闪，戴沐白被一脚踹飞10几米，倒在碎石堆里动弹不得。眨眼之间，唐三被踢飞，小五被贯穿，戴沐白被一剑一脚打成重伤。小子，这里不是七宝琉璃宗，休要放肆！赵无极暴怒，宁缺随意地摊了摊手，抱歉了，借你们场地解决点私人恩怨，反正他们也还不算史莱克的人。小五伴随着一声怒吼，衣衫破碎的唐三从废墟中冲出，双手猛地一扬，10数道寒芒在阳光下划出诡异弧线，从4面8方封死宁缺的所有退路。此时唐三从废墟中冲出，嘴角挂血，双手以个扣数枚暗器，他手腕激抖，10数道寒芒从4面8方封死宁缺的所有退路。唐门暗器手法，天女散花。宁缺站在原地，连眼皮都没抬，所有暗器全部透体而过，定在他身后的黄土地上。宁缺的身体在暗器穿透的瞬间微微晃了晃，恢复如初，任何物理伤害对他都无用。唐三眼睁睁看着暗器全部落空，不可置信地摇着头，这看来还差点。宁缺再次抬起脚，光芒在脚底汇聚，小子别太放肆！赵无极怒喝，他不再留手，大力金刚熊武魂彻底附体，7枚魂环在脚下齐齐亮起，2黄2紫3黑，魂圣的威压毫无保留的释放。他判断出元素化的弱点，必须附带魂力。这一次，他大手上覆盖着雄魂的金色魂力，朝宁缺抓来，还挺聪明。宁缺微微侧身，光的速度让他化作一道残影。赵无极一掌又抓了个空，好快！赵无极震惊，要是再让这么放肆下去，史莱克的脸往哪放？他脚下重重一踏，借着反冲之力横移数尺，挡在唐三面前。宁缺叹了口气，拜托，我只是想解决一下私人恩怨，能别阻止吗？反正他又不是你们史莱克学院的人。小子，赵无极神情愤怒，我知道你身份高贵，但这里不是你随意撒野的地方。可他脚下纹丝未动，刚才交手他已摸到底，速度快到魂圣只能勉强跟住残影，力量能踢飞自己，且只有附带魂力的攻击才能触及本体。像眼前这个12岁就让他感到棘手的，屈指可数。没办法了，宁缺脚底的光芒重新汇聚，既然赵无极执意要拦，那就连赵无极一起打。他的脚刚抬起半寸，一股杀意从天而降，杀意没有波及旁人，连近在咫尺的赵无极都没察觉分毫，他只锁定了一个人。宁缺动作一顿，他偏过头，余光落在远处老树的阴影下，那里站着一个浑身裹在破烂黑袍里的男人，只有一双锐利到令人心悸的眼睛露出来。唐昊，宁缺的淡金色瞳孔微微眯了一下，一个封号斗罗的杀意锁定，但他只是歪了歪头，他又不是没被剑骨斗罗2人的气势压过，这种程度的威胁不足以让他改变主意。然而就在宁缺准备强行出手的瞬间，杀意骤然抽离，转向了场地另一侧的宁荣荣。宁荣荣甚至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宁缺身影在原地消失，下一瞬挡在了宁荣荣身前。怎么了，宁缺？宁荣荣好奇地探出脑袋。宁缺收敛了漫不经心，要是只有他一个人，大不了打一架再跑，反正物理攻击对他无效，但只要荣荣也在的话，他就不能全心全意战斗，真麻烦。仅是思考一瞬，他摊了摊手，恢复懒洋洋的模样。好了好了，你赢了，行了吧？赵无极没有丝毫放松，唐三更是连呼吸都没松开。宁荣荣扶住宁缺的胳膊，朝唐三的方向抬了抬下巴，很是挑衅。唐三眼眸一眯，杀意扩散。然而就在杀意浮起的瞬间，唐三的紫极魔瞳猛地收缩，一道光从他的视野边缘无声掠过，那道光擦着他的耳廓划过，带起一缕被
被灼焦的发丝延伸到场地尽头才消散。唐三缓缓转头，墙壁上一个拳头大小的圆孔正冒着青烟。如果他没有刻意射歪，那自己就死了。哈哈哈！唐三，最好不要有下次哦。宁缺随手甩了甩指尖残留的光点，打了个哈欠，就这样吧，困了。说完这句话，他的身体就开始往旁边歪。宁荣荣一把将他抱过来，让宁缺的脑袋稳稳搁在自己肩窝里。宁缺呼吸渐渐平稳下来。赵无极还想发火，却看见少女怀里的红发少年已经闭上眼睛，没看出半点威胁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掌心魂力终于散去。赵无极转过身劝告：“小子，你最好不要乱动心思，他不是你能对付的。既然他说算了，那恩怨一笔勾销，这是为你好。”唐三手传来的阵阵痛感不禁颤抖，他知道实力有差距，但绝对不会这么结束。宁荣荣语气不屑：“打多了自然会痛，痛多了连狗都知道避让，总不能有些人连狗都不如吧？”唐三手背上的青筋凸起，又强行压下去。赵无极皱眉：七宝琉璃塔他从头到尾没用过，刚才全是金发小子的战力，如果加上七宝琉璃塔的增幅，那小子的实力还要往上拔一截，可怕。宁荣荣丝毫不理会赵无极，随后表示：“看来你们史莱克学院和其他学院也没什么两样，一样的无聊。”赵无极看向那柱烧成灰烬的香，测试结束，你们通过了。宁荣荣应了一声，转身就走。赵无极表示：“你这是要去哪？你觉得凭你们的表现能留下我？”宁荣荣脚步一顿，自信是好的，但显然你们没有这个本事。说完，他拖稳宁缺往外走。赵无极胸口一闷，人家确实有底气。他看向其他人，那个黑衣少女也二话不说离开，他没时间追，身边2个重伤，1个轻伤。小子，赵无极转向唐三，学院有辅助系魂圣，伤不致命。赵无极捞起昏迷的戴沐白，唐三搀起小五，抱歉小五，是我不好。三哥，没事的。唐三紧握拳头表示：“我才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人。”这件事没完，不远处，唐昊的目光落在唐三搀着小五的背影上，要是旁人，他绝对会出手教训，但偏偏是七宝琉璃宗。昊天宗已因当年的事封山，若再和七宝琉璃宗闹翻，小三回归昊天宗难如登天。再者，若把七宝琉璃宗引来，那10万年魂兽的身份可就藏不住。天色暗下，宁荣荣一手拖着宁缺，一手揉了揉肚子，饿死了。宁缺，你饿不饿？宁缺发出一声那进城找吃的。没走10步，一道黑影无声掠过，宁荣荣脚步一顿，谁？9枚魂环从黑影脚下无声升起，黄黄紫紫黑黑黑黑红，在黑袍下摆处缓缓旋转。宁荣荣呼吸停了一瞬，10万年魂环，即便是见爷爷和古爷爷也没有。他下意识往后退，将宁缺揽得更紧。黑袍人掀开兜帽，露出一张粗犷的中年面孔，七宝琉璃宗的大小姐和未来守护者。唐昊声音低沉：“你们不用紧张，我并没有恶意，我来自昊天宗，昊天宗的人。”宁荣荣眉头一皱：9枚魂环，封号斗罗，昊天宗不是被武魂殿打封山了吗？冒充也不选个好的。唐昊沉默一瞬被压下，这些不重要，老夫不是来寻仇的，我与剑谷2位斗罗早年也有交情，如果你们去给小三道个歉，之前的矛盾就当没发生过啊！你说什么胡话？道歉？我还有错？宁荣荣不屑，他们也配我道歉吗？唐昊愣了一瞬，一个12岁的小姑娘竟把他的面子踩在地上。小姑娘，她声音冷了几分，我好言相劝，你要分清事情大小，我分得很清楚。宁荣荣语气倨傲，分不清的是你，你儿子技不如人被教训，你这个当爹的好意思来拦路，打了小的，老的来出头，你们父子俩真是一个德行。话音落下，空气凝滞，唐昊眼眸深处，封号斗罗的压迫如山如月轰然降下。宁荣荣膝盖微弯，忽然一只温热的手握住了她的手。宁缺撑开眼皮，与她十指相扣，吵死了。刚睡下没几分钟，宁荣荣嘴角翘起，回握他的手，光芒亮起，一种柔和内敛的银色向四周扩散。唐昊如山如月的气势撞上荧光，消融的无影无踪。唐昊瞳孔一缩，武魂融合技。宁荣荣开怀大笑，你这老家伙以为自己是封号斗罗就了不起了？宁荣荣得意晃了晃2人交握的手，宁缺打了个哈欠，封号斗罗又不是没见过。唐昊9枚魂环缓缓旋转，威压更沉。小姑娘，上3宗同气连枝，不该因为小孩子之间的义气之争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宁荣荣满是不屑，就是不道歉，有种你动手。就算你真是昊天宗，这些年要是没有我们七宝琉璃宗支援，你们能好好活到现在？现在跑来提什么上3宗情分，是唐三该给我们道歉。明天我们在索托城等着你。唐昊眼眸一沉，封号斗罗威压不再收敛，地面炸开裂纹，他的手抬起，对准了面前2个少年少女。宁荣荣没躲，大眼睛里只有骄傲。他身旁的宁缺连站姿都没变，懒洋洋地看着唐昊悬在半空的手。唐昊手悬在那里，他只要一掌拍下，后果他比谁都清楚。七宝琉璃宗的怒火，昊天宗艰难的处境将雪上加霜，还有小三身边那10万年魂兽，若引来七宝琉璃宗，身份还能藏得住吗？唐昊的手缓缓放下，他挤出一声闷哼，这件事我记下了。话音落，9枚魂环收敛，唐昊的身影消失。切，宁荣荣半点没放心上，饿了，吃饭去。不远处，朱竹清望着这一幕，正在原地，连封号斗罗都不能拿他们怎么样。朱竹清不自觉跟上。索托城，宁荣荣背着宁缺脚步轻快，他眼角余光往身后一扫，街角一道黑影无声伫立。宁荣荣转身对黑衣少女扬了扬下巴，你要干什么？朱竹清神情顿了一下，他知道戴沐白已废，指望他只有死路一条，想要活下去必须另寻他路。眼前2人能踢飞魂圣，面对封号斗罗不卑不亢，更重要的是有武魂融合技，若得到七宝琉璃宗庇护，或许能活下去。朱竹清深吸一口气，我想和你们做交易。交易？宁荣荣撇嘴，跟我来。索托城大酒店顶级包厢，山珍海味接连端上，朱竹清坐在桌边，注意力全被对面吸走。张嘴。宁荣荣端着海鲜粥凑到宁缺嘴边，宁缺张开嘴咽下，宁荣荣弯起眼睛擦了擦他嘴角，宁缺全程闭眼配合。朱竹清盘缠所剩无几，肚子发出一声低鸣，你也吃吧，不算什么。宁荣荣头也没抬，朱竹清拿起筷子，一整只烤乳猪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水。没过多久，满桌山珍海味一扫而空。朱竹清放下筷子，宁荣荣也喂完最后一口粥，说吧，你的交易。宁荣荣进入正题，朱竹清不拐弯抹角，我和他之间能进行武魂融
融合技。哎，宁荣荣瞬间站起身，不会吧？武魂融合技，你和他，你是一只猫啊！宁荣荣心里慌乱，抓住宁缺用力摇。宁缺，你说说话呀！宁缺睡得死沉，眼皮都没动。算了。宁荣荣看向朱竹清，空口无凭。朱竹清沉默一瞬，我的武魂从靠近他开始就在发热，那也可能是单方面的。宁荣荣反驳，走，我们试一下。你不是说交易吗？先验货。酒店房间里，宁缺被放中间，宁荣荣在左边与他十指相扣，看向右边的朱竹清，愣着干嘛？抱啊！朱竹清深吸一口气，五指轻轻扣住宁缺的手腕，光辉从宁荣荣和宁缺交握处绽放。朱竹清交握的地方也浮起淡淡暗紫光，两团光芒交汇，没有排斥，真可以。宁荣荣盯着那团确确实实的武魂融合技波动，我才不会把它让给你。他瞪着朱竹清，朱竹清缓缓收手，我不需要你把它让给我，我只是想活下去。我是戴沐白未婚妻，朱家世代与戴家联姻组成幽冥白虎，戴沐白逃来花天酒地，他不回去争位，皇子失败，朱家女儿就得陪葬。我不在乎他，但我不想死，我只需要七宝琉璃宗的庇护，作为交换，我的一切武魂融合技都可以给你们。宁荣荣纠结半晌，瞪了朱竹清一眼，只能暂时的，等你能自己活下去就得还回来。朱竹清立马点头。宁荣荣把宁缺一半胳膊往朱竹清那边推了推，他站左边，朱竹清在右边，再试试。宁荣荣闭上眼，朱竹清搭在宁缺身上，魂力沿着经脉奔涌，缓缓闭上眼睛。次日清晨，宁荣荣醒来去看右边，朱竹清的手还搭在宁缺手腕上。朱竹清醒来立马收手，昨晚的是算数，但你得搞清楚，你只是工具，懂吗？丁，您一整夜被两名美少女左拥右抱，身心愉悦，咸鱼点100，您咸鱼了1个月，身心愉悦，咸鱼点100，您在合适的时机释放了压力，身心愉悦，咸鱼点100，咸鱼点达到1000点，自动解锁奖励，魂力等级+1，当前等级52级魂王，暗属性亲和度+1，您对暗的感知更加深刻，对暗系武魂的融合度更加融洽，武魂觉醒+1，已检测到武魂为极致之光，正在开发。忽然，宁缺身上光芒乍现，宁荣荣扑上去抱住宁缺的左臂扣紧，他看向床另一边，愣着干嘛？抱上来！朱竹清不再犹豫，重新抱住宁缺的右手扣牢，扣紧瞬间，3道魂力同时炸开，战银光芒暴涨，夹杂着七彩琉璃色和幽暗紫光，光芒散去，朱竹清睁开眼，感觉到了魂力29级，连宁荣荣的魂力也突破了。刚刚这时，朱竹清询问，不要多问。宁荣荣打断，时不时会有这状况，对我们有好处，其余不用知道太多。朱竹清点头。1个时辰后，酒足饭饱之后去哪？宁荣荣给宁缺擦嘴，去史莱克学院。昨晚那老家伙说等着，我们去看他儿子道不道歉，真以为老的能唬住我？朱竹清想起所谓的老家伙，心微微一紧。史莱克学院院长办公室，弗兰德长长叹气。赵无极走进来，弗兰德，那3个又回来了。谁？弗兰德站起来。史莱克学院内，宁荣荣背着宁缺，朱竹清紧跟。宁荣荣一脚踹开房门，屋内唐三正调息，你起来，给我道歉。唐三脸色难看至极，暗处唐昊拳头握得咔咔响，可他不能现身。小五扶着门框出现，你讲不讲道理？到底想怎样？小五，唐三压抑着站起，走到宁荣荣面前弯腰，一个90度的躬毫无保留。之前的事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小五眼泪打转，唐三保持鞠躬，死死咬紧牙关，算你聪明。宁荣荣满意哼了一声，目光越过唐三，落在床上躺着的戴沐白身上。还有你。宁荣荣声音冷下，滚起来。戴沐白没动，宁荣荣一脚踹在床沿，戴沐白连人带背滚落在地。他爬起来低沉道，你想怎样？道歉不是对我，是对他。宁荣荣侧身让出朱竹清，戴沐白看着朱竹清咬紧牙关，不要太过分。宁荣荣双眼一瞪，想找打，戴沐白实在打不过，只能道歉，对不起。他立马低头，朱竹清，之前的事都是我的错。朱竹清看着他狼狈模样，面无表情。门外传来急促脚步声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弗兰德走在最前面，赵无极和李玉松跟在身后。戴沐白喊道，院长，他仗势欺人。弗兰德看向宁荣荣，这是在做什么？不给出一个理由，今天绝对走不出史莱克学院。宁荣荣眼皮都没抬，就凭你。他轻哼一声，竹清，我们走，我看谁敢拦我们。宁荣荣放下狠话，我看谁敢拦我。他感受到宁缺已经醒了，只要自己有任何威胁，宁缺都会保护着自己。弗兰德的瞳孔骤然收缩，他堂堂史莱克学院院长，魂圣级别的强者，当着几个学生的面被人当空气一样。站住！弗兰德赫然出手，五指直扣宁荣荣肩头，看似凶猛，实际没有伤人的意思。弗兰德，小心！赵无极提醒声骤然传来，但来不及了，一道光从宁荣荣肩头亮起，弗兰德的手还没落下，胸口就结结实实挨了一脚，砰！弗兰德整个人倒飞出去。赵无极没有丝毫迟钝，武魂附体，大力金刚熊的虚影在身后咆哮，第3魂环同时亮起，朝着宁荣荣背上的宁缺抓去，显然动了真格。武魂融合技，宁荣荣的声音从荧光中传来，他和宁缺十指相扣，七宝琉璃塔在光中浮现，七彩琉璃光与银色光柱交缠融合，一道璀璨的光柱冲天而起，穿透屋顶，贯穿云层。光柱中2道身影合为一体，凝结成一层流光溢彩的甲胄，七彩为山，琉璃为骨，发色被镀上一层琉璃光泽，双眸散发出淡淡的七彩光晕。武魂融合技，琉璃净光铠，七彩的光柱渐渐收束。弗兰德从倒塌的房间中站起，胸口一个凹陷的脚印清晰可见。武魂融合技，你们给我真是越来越多惊喜。可这时，赵无极的大力金刚掌已经拍到面前，熊掌裹挟着千斤之力，第3魂环的光芒在掌心炸开。宁荣荣没动，赵无极的熊掌结结实实拍在铠甲的胸甲上，轰！冲击波向四周扩散，屋内的桌椅瞬间被掀飞，小五被气浪推得连退3步。唐三全力运转紫极魔瞳，才勉强看清发生了什么。赵无极的右臂在颤抖，他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掌，虎口崩裂，鲜血往下淌，而对方胸甲上连一丝划痕都没有。这他妈是什么防御？话音未落，琉璃净光铠动了，赵无极腹部已经挨了一记膝撞，整个人攻成虾米。第2击紧跟着落下，一记手刀劈在后颈，赵无极重重砸进地板，砸开一个大坑。大力金刚熊武魂崩溃闪动，从出手到被击倒前后不到2秒。李玉松
松站在门口愣神，弗兰德咬牙站起来，第7魂环在脚下亮起，猫鹰武魂真身释放，一对巨大的羽翼从背后展开，他在半空盘旋，树瞳死死锁定地面上那具琉璃铠甲，空中优势在我手里，我看你怎么。话没说完，琉璃净光铠的背后骤然展开一对由光凝聚而成的羽翼，弗兰德的瞳孔缩成针尖，飞行类武魂融合技，他下意识振翅拉开距离，但琉璃净光铠直接出现在他身后，弗兰德第6魂环同时亮起，数十道青色锋刃爆射而出，琉璃净光铠仅仅是抬起右手，食指指尖亮起一点金光，一道光柱从指尖射出，精准的射穿锋刃阵。弗兰德在半空中强行扭腰，光柱擦着他的左翼掠过，几根青羽落下，他的后背惊出一身冷汗，这也能躲开？男女混叠的声音从面甲下传出，那你再试试这个。琉璃净光铠双臂张开，下一秒，无数光弹从铠甲表面浮现，铺天盖地，8尺琼勾玉，轰轰轰轰轰，光弹追着弗兰德在空中炸开，他拼命闪避，但太多了，躲不过去。弗兰德咬了彩牙，将魂力灌入双翼，漫天锋刃以他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无差别爆发，与光弹互相湮灭。弗兰德的胸口剧烈起伏，这一轮对轰消耗了他近30%魂力，而对方悬停在空中，丝毫没有半点被消耗的模样。魂圣与魂尊中间隔着3个大境界，这2个小怪物却压着魂圣打。他注意到一个细节，漫天的光弹炸开之后，空气中的魂力粒子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琉璃净光铠汇聚。这武魂融合技在光下有加持，有光就有源源不断的补给。这还怎么玩？弗兰德目光扫过下方，赵无极从坑里爬起来，灰头土脸，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。要是被2个小辈当着学生的面打得抬不起头，史莱克这块招牌明天就臭了。还要打吗？男女混叠的声音从面甲下传出，语气是宁荣荣式的嚣张。弗兰德咬紧后槽牙，老赵，他双翼猛地一震，速度再提一个档次。赵无极不需要他多说，第7魂环在他脚下亮起，武魂真身开，大力金刚熊真身，他的体型暴涨到3米开外，皮肤表面浮现出一层暗金色的光泽。后，赵无极一声咆哮，地面皲裂，2个魂圣同时开武魂真身，小五的脸色更白了。唐三扶住他，紫极魔瞳死死盯着半空中那具琉璃铠甲。李玉松反应极快，第6魂环亮起，文龙棍往地上一杵，一道魂力屏障在身前展开，将唐三、小五和戴沐白护在身后。戴沐白从地上爬起来，眼睛死死盯着半空中那具琉璃铠甲，嘴唇颤抖。武魂融合技，2个魂尊不到，压着2个开了武魂真身的魂圣打，这他妈是什么怪物？朱竹清站在门口另一侧，冷艳的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，但他的武魂在共鸣。如果加上他呢？宁荣荣看着这一幕，心里觉得很麻烦。他今天来就是想让唐三和戴沐白道歉，现在目的已经达到，再纠缠下去纯粹是浪费时间。宁缺，他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，宁缺的回应懒洋洋的，速战速决。行。弗兰德猛地抬头，琉璃净光铠悬停在史莱克学院的正上方，距离地面足有100米，双臂缓缓展开，他下意识做好了闪避准备。赵无极在地面同样做出防御姿态，然而这一次没有光弹，琉璃净光铠的周身开始浮现出密密麻麻的光点，数以万计，每一个光点都在急剧压缩，亮得像是一颗微型太阳。不对，弗兰德的战斗本能在疯狂示警，老赵全力防御。赵无极大力金刚熊真身的魂力毫无保留地灌入防御，第5魂环同时亮起，重力增强，2个魂圣同时做出了最强防御姿态，但心里都没有底。天空之上，琉璃净光铠的双臂完全展开，数以万计的光针在铠甲头顶聚拢、融合、膨胀，最终定格为一轮直径超过10米的巨大光球。光球内部的光纯白到近乎透明，无慈悲的太阳。男女混叠的声音从面甲下传出，平淡的像是在陈述事实。光球开始下坠，弗兰德的双翼在光球的映照下几乎透明，躲不开。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炸开。光球的速度并不快，但覆盖范围太大，大到猫鹰真身的速度成了笑话。空气、魂力、光线，一切都在光球牵引之下，像无形的囚笼。赵无极抬头，他没有退，大力金刚熊从不退。后，第6魂环亮起，一旁李玉松的脸色也变了。第6魂环再度亮起，龙纹棍上的魂力屏障加厚了1倍，都躲到我身后来。唐三一把将小五拉到身后，紫极魔瞳死死盯着下坠的光球。戴沐白缩在屏障后面，脸色发白。武魂融合技怎么可能这么强？光球落下了，没有山崩地裂的炸响，是湮灭。赵无极的大力金刚掌在接触到光芒的瞬间就碎了，暗金色的熊掌表面寸寸皲裂，武魂真身的虚影轰然融化崩塌，他的意识在一瞬间变成空白。弗兰德更惨，他在空中距离更近，双翼上的青色羽毛在光芒中消融，整个人从半空中直直坠落。光芒散去时，地面上多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溶石巨坑。赵无极仰面朝天躺在坑边，皮肤干裂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沫。弗兰德情况更糟，不仅全身被烧得精光，他试图撑起身体，最终没有成功，重重砸回地面。2个魂圣再战不能，而琉璃净光铠依旧悬浮在半空。忽然光点飘散，武魂融合技无法再维持，2道人影从半空中落下。宁荣荣虚白的面色在阳光下几乎透明，魂力透支，连维持站姿都在打颤，眼眸扫过眼前狼狈的一幕，自讨苦吃，一只手穿过他的膝弯，拖住后背，把他整个人公主抱起来。宁缺眼角半垂着，依旧是困倦模样。宁荣荣没有半点害羞，嘴角高高翘起，虚弱中带着满足。他把脸往他胸口一埋，闭上眼睛缩在他怀里不动。交给你了，宁缺。宁缺打了个哈欠，抱着宁荣荣转过身，视线扫过一行人。李玉松撑着龙纹棍，唐三扶着小五，戴沐白缩在最角落。宁缺眼神毫无表情，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，迈开了步子走了，声音很轻，带着困意。朱竹清身体比大脑更快做出了决定，快步跟上宁缺的步伐。3个人在史莱克众人复杂的目光中渐行渐远。李玉松长长吐出一口气，手在发抖。老赵、院长、绍兴过来，快！唐三正在原地，下意识落紧了拳头。武魂融合技怎么可能强到这种地步？一个29级的魂师，加上那个少年，融合之后能碾压2个开了武魂真身的魂圣，这已经完全超出他的理解范围。除非强的不仅是武魂融合技，更在于那个少年本身。回想起来，那个金发小子没有展露过魂力等
级，没有亮过魂环，连武魂的具体名称都没人知道。小三、小五缩在他身后，脸上没有血色，双手攥着唐三的衣袖，让他发抖的是刚才那个金发少年扫过来的一眼，那一眼很短，但小五感觉自己浑身被看透。10万年魂兽化形，在魂斗罗级之上面前有暴露的风险，武魂融合技下能打败魂圣，或许真的存在那种可能。放心，小五，我没事。唐三压下心中猜想，轻声安慰，事情不会就这么结束的。今日之辱，来日必还。戴沐白站在角落里，没有人关心他被打得有多惨，他应该愤怒、屈辱不甘，但这些情绪像被溶石巨坑吸干了，心里只剩下恐惧。戴沐白身体在抖，黑衣少女跟在金发少年身后像侍女一样顺从，对方至少还能用身体，而他真的什么都没有。逃吧，离开星罗帝国的时候逃过一次，现在再逃一次有什么区别？面子、尊严、未婚妻都没有命重要。戴沐白不断疯狂摇头喃喃，猛然站起，头也不回地朝着宁缺等人相反的方向踉跄离开。阴影下，唐昊站在原地，眼眸落在3道背影上。武魂融合技，唐昊眯起眼，全力一击达到魂斗罗，但那小子的速度快到连他这个封号斗罗都只能捕捉残影，所以昨天那2人才敢在他面前有恃无恐。昨天他好言相劝，给足了台阶，可那2个小辈把台阶踩碎，今日还当着他的面继续羞辱小三。小三能忍，他这个当爹的不能忍。宁折不弯是好事，唐昊都冒下的眼眸闪着寒光，但太硬的刀最容易崩口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帮你们磨一磨这把刀。树冠沙沙一响，树荫下已空无一人，所托城的方向隐约可见。宁缺抱着宁荣荣走在土路上，朱竹清跟在身后。忽然余光一闪，宁缺停住脚步，把宁荣荣往怀里拢了拢。跟了这么久，不累吗？话音刚落，一股磅礴的威压从天而降，9枚魂环亮起，封号斗罗。朱竹清身体开始颤抖，膝盖不受控制的弯曲，根本耐不住威压，一只手搭在他肩上，一股温暖的光瞬间驱散了无形重物，仿佛有一层无形屏障。宁缺目光依旧落在前方走出来的黑袍身上，真够无趣的，就不能来点新意吗？手上的动作没停，将宁荣荣交给一旁的朱竹清。很明显，来者不善。唐昊站在10步外，9枚魂环缓缓旋转，封号斗罗的威压凝如实质。我昨天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。话音落下，唐昊果断出手，速度超越了肉眼捕捉的极限，一拳轰下，宁缺的身影在拳风中碎成了残影，真身已在10丈之外。他悬停半空，脚下亮起了金色魂环，一枚接一枚，璀璨夺目，代表极致光辉的金色魂环。金色，唐昊眼眸闪过惊异，但手上没有停顿，宁缺化作一道金色流光正面迎上，光速踢轰，2股力量碰撞，冲击波向四周扩散，树木摧折。那是朱竹清第一次看清宁缺全力出手的样子，竟然只身和封号斗罗正面硬碰，但金色流光在昊天锤的轰击下开始晃动。武魂融合技消耗太大，宁缺的魂力没有完全恢复，唐昊也在适应宁缺的速度，每一次对撞出手更快更准。第5拳，宁缺被正击中，金色流光倒飞砸进乱石堆。宁缺站起来，嘴角挂着血丝，小臂上一道长长的血痕正在渗血。他笑了一下，现在和封号斗罗的差距还是存在，要是在1天之前，我或许还会退让。宁缺顺身闪到朱竹清面前，手指搭在其间，一股悸动轰然炸开。朱竹清猛然抬头，感受到一种来自武魂深处的共鸣，3人全都闪耀光芒。唐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，这是3位一体，武魂融合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剑气从天际劈落，唐昊大战96级的剑斗罗。陈星御剑从极远的天边瞬息而至，剑光落在宁缺和唐昊之间，划出一道深不见底的剑痕，绵延100丈，将林地一分为2。唐昊瞳孔收缩，这道剑气他认识。剑光散去，白衣如雪的剑斗罗陈星负手而立，目光平静如水，却让空气变得锋利。唐昊，真是许久不见了。唐昊没想到陈星3天就赶到了，连续3天全速飞行，对经脉负荷极大，但陈星丝毫看不出疲态。七宝琉璃宗对这2个小辈的重视远超他的预估，大势已去。他看了一眼另一侧，3人光芒隐隐连成一片。现在陈星来了，更没有打下去的必要了。既然你来了，此事就此作罢。唐昊转身欲走，唐昊，陈星的声音传来，许久不见，不如坐上一场，如何？我说了此事作罢，老夫不过替你七宝琉璃宗教训一下后辈。他的话没说完，陈星已经出手了，没有任何预兆。七杀剑出鞘的瞬间，一道剑光笔直灌落，唐昊瞳孔骤缩，昊天锤按金色的锤影横架而上，轰！剑与锤的交锋炸开气浪，方圆数里内的飞鸟惊起。陈星，你当真要打？陈星的回答是第2剑，剑光比第1剑更快更凌厉，余波足以削平山头。史莱克学院，李玉松猛地回头，瞳孔倒映着远方天际的剑光与雷光，那是封号斗罗。赵无极声音沙哑，天际战斗还在继续。唐昊一锤隔开七杀剑，那2个小家伙嚣张跋扈，你不加管教，反倒包庇。陈星七杀剑斜指地面，剑尖滴着唐昊的血，嚣张跋扈。陈星语气淡然，荣荣脾气不小，但从不主动欺负别人。至于宁缺，那小子更无可能。话音落下，剑光再起，唐昊咬牙迎上，余光瞥了一眼史莱克方向，朝着相反的地方奔逃而去。索托城大酒店顶楼套房，宁荣荣半靠在床头，面色带几分虚白，精神好了不少。他端着一碗热汤灌了2口，正要跟宁缺说什么，房门忽然被推开，陈星站在门口，白衣上沾了几点血渍，须发微乱。宁荣荣眼睛一亮，掀开被子就要下床，脚还没落地，忽然想起什么，动作僵在半空。他有些心虚的缩回脚，往床角挪了挪。那个，您怎么来了？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他还是偷跑出来的，拿不准见爷爷会不会真的生气。陈星走到床边，手落在宁荣荣头顶，揉了揉她的发顶，带着长辈独有的宠，没事就好。宁荣荣的眼眶忽然有点酸，随后陈星看着半靠着墙，懒洋洋打着瞌睡的宁缺，若有所指的说了一句：“放心吧，最少重伤。”宁荣荣得意哼了一声，他已经听朱竹清说过了，那个唐昊竟然还敢来找他麻烦，不知死活。朱竹清站在窗边，从陈星进来的那一刻起，他的脊背就绷得笔直，一个标准的恭谨姿态。他面前站着的是当世最顶尖的剑道封号斗罗，七宝琉璃宗的正宗之柱。陈星的目光落在朱竹清身上，是因为他的武魂
在自己赶到林地边缘那一刻，清清楚楚的看到3道光芒拔地而起，融融的七宝琉璃塔、宁缺的光，还有这个黑衣少女的幽冥灵猫，三者以宁缺为轴心，凝成了一股他从未见过的3位一体力量。要知道，宁缺和融融的双人武魂融合技已经足以让绝大多数魂师束手无策，如果再加上一个人，那这个组合的上限，连他这个封号斗罗都不好估算。陈星刚要开口询问黑衣少女的来历，宁荣荣抢先一步，她叫朱竹清，星罗帝国来的幽冥灵猫武魂，是我们在史莱克学院碰到的。宁荣荣似乎还想再补一句什么来定义朱竹清的身份，但愣是没找到合适的词。虽然朋友同伴还没到那个份上，但他们确实并肩作战过，且武魂融合时那股熟悉的暖流汇入，让彼此好感度提升了不少。是战友，陈星将这一幕尽收眼底。29级，12岁的年纪，这个天赋放在大陆任何一个宗门都算得上顶尖。星罗帝国朱家的幽冥灵猫和星罗皇室的白虎武魂世代联姻，他能出现在索托城，说明了很多事情，天赋不错。陈星开口评价一句，随后目光落在宁荣荣身上。荣荣，你30级了，12岁突破到魂尊，打破了整个斗罗大陆辅助系魂师有记载以来的最快修炼记录。更何况他是七宝琉璃塔的传人，七宝琉璃宗下一代宗主，七宝琉璃宗下一代。想到这里，陈星的气息又沉了几分。这么说来，打唐昊还是打得太轻了。那个莽夫以大欺小，对2个12岁的孩子出手，还说是替七宝琉璃宗教训后辈。要不是看在同为上3宗以及武魂殿在外虎视眈眈的面子上，他真想让唐昊见识见识七杀剑的权利。但事情不会就这么结束。消息一旦传回天斗城，传到宁风致耳朵里，才是让唐昊难受的开始。风致表面温文尔雅，骨子里极度护犊子，他能用整个七宝琉璃宗的资源让唐昊寸步难行。宁荣荣重重嗯了一声，下巴扬得高高的，脸上那股得意劲儿怎么都藏不住。宁缺是他的，宁缺的功劳当然也是他的功劳。他理直气壮地把这份夸奖照单全收。既然如此，陈星扫了一圈套房内的3人，语气稍微放缓了些。明日便前往星斗大森林，荣荣突破30级需要第3魂环，你们这一趟出来还没玩够，对吧？宁荣荣小脸微微一红，他偷瞄了陈星一眼，见他没有要追究的意思，立刻顺杆往上爬。当然没玩够，这才刚出天斗城多远啊，好多地方还没去呢。那正好，获取魂环，继续历练。2不误，宁荣荣忽然往朱竹清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声音放轻了几分。那竹清呢？他现在问这一句，是替朱竹清问的。陈星转过身，看向窗边的黑衣少女。朱竹清，你是星罗皇室与朱家的世代联姻，旁人本不该插手，但你既然选择了离开，又与我七宝琉璃宗的晚辈并肩作战，日后尽管告诉戴家和朱家，我保了。朱竹清浑身一震，抱拳恭敬道，声音里压抑着激动。谢前辈。宁荣荣脸上的笑意也藏不住，一双眼睛弯成了月牙。套房内忽然响起一声细微的声响，宁缺的身体往旁边一歪，整个人差点从太师椅上滑下去。他撑了一把扶手，勉强稳住，那双淡金色的眼睛依旧半闭着，脑袋有一下没一下地点着。宁荣荣和陈星对此早就习以为常，唯一没习惯的是朱竹清，他的身体本能的往那个方向倾了半寸，直到确认宁缺没有摔倒才收回重心。这个极其细微的小动作被陈星察觉了，他目光从朱竹清脸上一掠而过，那一闪而过的关心和紧张，不是战友该有的。陈星沉吟片刻，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。现在说破只会让他保持分寸，而3位一体的武魂融合技需要的是默契。他也更相信无人争得过荣荣。宁缺从小到大，除了他和古斗罗古龙以及风致以外，基本没接触过外人，唯一青梅竹马的就是荣荣，有着未婚妻这层关系，他想不到会输的可能。至于雪清河，那位更不可能，这小子一看就知道喜欢你的。陈星视线扫过朱竹清和宁荣荣，眼里掀起一抹欣慰。夜色沉沉，史莱克学院一间破旧的木屋顶上，唐昊半跪在屋脊的阴影里，一只手捂着胸口，指缝间不断渗出鲜血。陈星那一剑不致命，却让他本就伤未愈的残躯连全盛时期1/5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。他咬着牙把淤血咽了回去，怨恨的声音从齿缝里挤出来。七宝琉璃宗，陈星，没想到对方出手竟毫无顾忌，这笔账日后再算。唐昊的目光透过屋顶缝隙落进屋内，小五正缩在床上，整个人蜷成小小的一团，身体止不住的发颤。2个封号斗罗就在不远处交手，他的身份随时都有暴露的风险。不要，小五把脸埋进膝盖里。唐三，他舍不得从诺丁学院就一直相伴的少年，可如果不离开，万一封号斗罗发现了他，不仅他要死，唐三也会被牵连，更何况他还有妈妈的血仇未报。唐三真的能接受自己魂兽的身份吗？大明、二明，我该怎么办？没有人回答他。隔壁房间，唐三盘膝坐在床上，玄天宫内息缓慢流转，却怎么也静不下来，一种慌乱从心底往上涨。是因为白天被那个金发小子一指点穿肩膀？不，唐门弟子最常做的是蛰伏，只要给他时间，总有找回来的那一刻。那这股慌乱到底是因为什么？砰！一颗石子从黑暗中飞来，落在他的脚边。谁？唐三翻身而起，紫极魔瞳在黑暗中骤亮。窗外，一道粉色身影在远处的墙角一闪而过，谢尾便一转消失在黑暗里。小五，唐三瞳孔一缩，翻身追出窗外。小五，唐三在夜色中急掠，紫极魔瞳死死锁着前方那道粉色身影。他在越过一条枯水沟时跌坐在地，下一秒，唐三的手已经抓住了他的手腕。小五猛地甩开他的手，身体往后缩。唐三，别过来，求你了！唐三的手悬在半空，月光下，他看清了他满脸泪痕的恐惧模样。小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告诉我，我来为你承担。小五身体颤抖，如果你真的为我好，就不要过来，我家里有事，我会回来的，相信我。唐三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说到最后，他的声音已经碎成了哭腔。唐三站在原地，他的小五有事瞒着他，大到宁愿独自逃走也不肯告诉他。可看到他那双盛满惊惧的眼睛，他什么都问不出口了。胸口的钝痛比肩上的伤口
口更难熬。唐三慢慢放下手，极为勉强的说道：“好，小五，我等你。”说完，他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。小五转身的刹那，眼泪决堤，他不敢再多停一息。粉色身影迅速消失在树影深处。唐三没有追，呆呆的站在原地。屋顶上，唐昊冷冷的将这一切尽收眼底。他本以为把石子踢过去，引唐三拦住那只10万年柔骨兔，就能把事情扳回正轨，可他还是走了。都怪七宝琉璃宗，都怪陈星！怨恨的声音传出。如果不是封号斗罗的气息在索托城外炸开，这只10万年柔骨兔就不会受惊连夜出头。现在全乱了。唐昊的目光死死定在那道越来越远的粉色身影上，眼眸深处翻涌着愈发浓郁的凶光。他离开的越久，对唐三的情分就越淡。他唐昊为儿子铺的路不能白费，既然他选择离开，他便不会。若是唐三能得到这块10万年柔骨兔魂骨，加上他身上的魂骨，配合他昊天斗罗的亲自教导，这世上还有谁能挡？唐昊缓缓站起身，虽然伤势极重，但对付一个魂尊不到的存在绰绰有余。只是这里离索托城太近，万一动静过大，引来陈星就麻烦了。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，等他跑远，自己养好伤，再找时机出手。唐三总有一天会明白他的苦心。想着，唐昊隐匿身形，朝着小五离开的方向前去。第二天，医舍里，赵无极和弗兰德身上缠满了绷带。弗兰德刚挪进来，就被2个消息砸中脑门。戴沐白跑了，昨天夜里就走了。李玉松站在门口说道。弗兰德扶着桌角，心脏一缩，他本就知道戴沐白受不了一点压力。还有一个，小五昨晚也离开了。弗兰德手一滑，一夜之间学员竟然跑了2个。唐三呢？他俩不是一起的吗？好像傻了。弗兰德满脸不信，快步走向病房。唐三靠坐在病床上，眼神空洞。弗兰德轻叹一声，正欲转身，身后的魂力气息毫无预兆的开始攀升。唐三，你突破了。唐三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。那一直点穿肩膀的屈辱与小五离开的无力，让他从未像此刻这样渴望实力。好，弗兰德的声音带上了一丝轻快。话音未落，奥斯卡推门进来，院长，我突破30级了。弗兰德愣了一瞬，大喊一声好。2个好消息总算驱散了这几日的愁云。虽然如今只有马红俊、奥斯卡和唐三3个人，但凝聚力更胜一筹。弗兰德吐出一口气，自嘲有些天才并非他能染指，万事俱备，就只差你了。马车陆路而行，车厢内宁荣荣将一块蜜饯递到宁缺嘴边，宁缺靠在软垫上张嘴接过，嚼了2下，又恢复了昏昏欲睡的模样。甜不甜？宁荣荣眉眼弯弯。车厢另一侧，剑斗罗陈星闭目养神，朱竹清坐在对面，目不斜视，但余光仍不受控制的看过去。宁荣荣正自然的投喂着宁缺，朱竹清这才明白，堂堂封号斗罗明明可以御剑，却因宁荣荣一句想多走走，便甘愿陪着慢悠悠的坐马车，这就是极致的宠溺。朱竹清垂下眼睫，这种宠溺是他未曾拥有的。他咬了咬唇，目光再次飘向宁缺。剑斗罗宠宁荣荣，宁荣荣又宠宁缺，真是奇怪的关系。静心，陈星的声音清晰响起。朱竹清回神，陈星继续道：“你29级根基扎实，在赶往星斗大森林途中，若努力修炼，寻得契机突破，届时一并获取魂环，倒也方便。”朱竹清立即恭敬抱拳：“是前辈。”宁荣荣看了他一眼，并未反对。朱竹清轻轻挪动，贴近宁缺，随着身体靠近，他的光明武魂毫无排斥的接纳了他。体内的幽冥灵猫武魂在光芒中舒展，要是这道光独属于自己，他也宁愿一直这样。这念头刚升起，朱竹清猛地将其甩出脑海，强迫自己闭眼收敛心神。陈星多看了他一眼，并未拆穿。马车继续朝星斗大森林驶去。另一边，小五在林间跌跌撞撞的穿梭，他跑了一整夜，不敢停也不敢回头，直到双腿脱力栽倒在空地上，他大口喘息着，靠着树干坐下。跑了一整夜，封号斗罗的感知再强应该也到极限了。小五稍微安心了些，可脑海中又不受控制的浮现出唐三的脸。他是10万年魂兽，唐三是人类，本就人兽殊途。他明白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，压抑了一夜的眼泪终于决堤。抱歉，唐三。话音未落，一股彻骨的寒意袭来，小五的哭声戛然而止，翻身摆出防御姿态，警惕的扫视密林。林间空荡荡的，他松了一口气，正打算继续赶路，只要回到星斗大森林就安全了。你不该离开。低沉沙哑的声音陡然从身后传来，小五僵硬的转过头，只见一个鼓动的黑袍人立在阴影中，而最后一枚竟是刺眼的血红色10万年魂环。小五刹那间失去血色，双腿剧烈颤抖。唐昊冷冷地盯着眼前这只10万年柔骨兔，唐昊脚下9枚魂环赫然亮起。